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中文频道。之前的这一期里面，我们一起通过听说读写，了解了五感教学和 TPRS 的基本概念。不论是五感教学法还是 TPRS 可理解性输入法，最后都是要训练大家用目标语去思考，用中文去思考的习惯，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习得一门语言，自然你就会学会慢慢的用这种语言去思考，这才是最关键的一点。今天我们来回答一些关于 comprehensible input 可理解性输入，回答一些关于 TPRS 教学法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如何在课堂上使用 TPRS？ 那第一点，建立定义，确认意思，也就是在一开始就跟同学确定好一些词语的动作，比如看，需要你用一个动作来表示。你可以让学员来告诉你，当他看到这个字的时候，他能想到的动作是什么，也可以直接给他一个动作，看妈妈跳舞，看妈妈跳舞，听爸爸唱歌，听爸爸唱歌。简单的说，就是用一个动作来表达一个词语，当然也可以借用手语。定义好了每个词语的动作，接下来就是问一个故事。我在课堂上比较喜欢的是看图说话，可以采用几个连环画，你来问，让同学来描述画中的内容，让每位同学通过图片来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可以采用老师问同学答，也可以采用分组问答的方式来进行。第三点，阅读和讨论，依然针对这个故事，可以让同学们把自己的故事通过肢体语言和图片表达出来，最后同学们之间相互讨论和分享。当然，你的课堂可以根据你学生的程度来设计不同程度的故事，从易到难，根据同学们的水平来设置从简单到复杂的故事。总结一下，这三个步骤就是给词汇定义动作，问一个故事，最后大家一起分享讨论。接着我们来看这张图，这是一把可理解性输入的伞，伞的下面都是可理解性输入教学法的一些教学方法和内容，比如使用嵌入式阅读，这是一种老师引导学生去寻找阅读的趣味和力量的方法。看图说话，看视频说话，讨论视频，听和画等等这方面的内容，可以选择很多有趣的故事，搞笑的视频，有着出其不意意想不到的结局，这样学生记得更深刻。所以说，可理解性输入法是完全不同于传统课堂的新的教学方法，趣味性更强，也是自然而然习得语言最关键的方法。通过不断的输入完成磨耳朵的过程，只有输入到位了，才能慢慢的开始输出。那什么时候才算是输入到位呢？输入到位之前可以同时输出吗？先来想一想，我们小时候每天听，不断的取得外界的输入，持续1年以后我们才能输出。当然，这也是因为孩子的语言发声系统还没有完全发育好。尽管如此，作为成人，我们也要给自己一点时间。Stephen Krashen 的 TPRS 理论是主张在达到足够的输入之前，不强迫大家输出。不过我个人觉得，成人的口腔和发声系统已经发育完整了，在输入的同时，我们不妨进行一些口型的模仿，让自己的脸部肌肉也充分的活动起来，一边听一边模仿。因为模仿本身其实也是2次输入的过程。有人又问，可理解性输入一定要100%的理解吗？ Dr. Stephen Krashen 的理论是，对于初学者，
最好是100%的可理解性输入。随着语言程度的提高，当然可以选择一些稍稍高于自己程度的听力材料，但刚开始至少保证90%以上的内容你是理解的。其实中文特别依赖于场景、上下文，也就是情景设定。给你一个特定的场景，比如说去商场买东西，这个时候你配上一些肢体语言，我觉得理解到80%就已经算是成功了。理解80%以上，完全可以称为有效的可理解性输入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的视频里加入了大量的图片、动作等等来帮助大家理解。当然，你没有听懂的10%到20%是你学习的重点。弄懂了这10%到20%，你的听力才能不断的提高。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，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了 TPRS 不一样的课堂。总的来说， TPRS 教学法有3个非常关键的要素。第一个就是可理解性的输入，第二个就是非常的具有个性化特点，第三个非常的幽默有趣。之后我们回答了什么时候才算是输入到位了，就是当你做梦的时候都在说中文的。最后我说了，如果每一个视频、每一个学习资料、每一个听力资料你都能达到80%以上的理解程度，并努力攻克你还没有理解的20%，那对你来说就已经是有效的可理解性输入了。所以当你开始想要学习中文的时候，选择一些适合你的听力材料，从易到难，完成磨耳朵的过程，你就已经完成了中文学习的第一步了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分享给更多学习中文的人。谢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